二哥，帮我把这孩子卖了。卖了？你不是说等他长大了给你大侄子换彩礼吗？这怎么就卖了？不行，他长得越来越像主家夫人。要是被发现当年我偷换了孩子，那我的宝珠就没好日子过了。你害怕？行，我找个机会把他卖去葛城去啊！放心，这辈子你也甭想再见着他。那就谢谢二哥了。行。行，这个也不行，不行，都不行。你找的都是什么呀？哎，大哥，你看他很乖的，很机灵的，你看。是不是啊？就他了。好。哎呦，大哥，慢走啊！大师，你看看这个孩子合不合适？这孩子的八字、出生地你可知晓？啊，那个壬寅年癸亥月辛亥日乙丑时。这孩子天庭饱满，命主富贵，偏偏八字坎坷，多灾多难，还克亲，是大凶之命啊！若是给我们大少爷出血，以毒攻毒倒是可以一试。哎呀，谢谢啊！大师，您知晓六爷对大少爷极其重视，这孩子的八字，你可得帮忙想一个合适的。哎呀，多谢。这下不看老爷子唯一在乎的湛江南四子豪府，只要他活不了，哼，我可不想让他醒过来。厉艳梅，你从街上拉个孩子随便往家里带，你把这当什么了？是啊，梅梅，六爷和夫人正为大少爷的事发愁，咱们不能分忧，也不能添乱啊。我看他八字正好合适，就给他带回来了。六爷回来了。这小东西哪儿来的？这小囡是被人从内地贩卖过来的，我看着合眼缘，就想着带来给六爷看看，能帮上大公子更好，不能就留下给我做个伴儿。小东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漂亮嫂嫂，我叫小多鱼。虾多鱼。小多鱼是大老鼠，
要是好多的鱼，才能长高高。那小多鱼，以后给叔叔当小宝宝好吗？叔叔，我给你当小宝宝，要像弟弟一样绑起来吗？你说什么？谁绑架了你哥哥？青青，你冷静点，他还小，我们慢慢问。叔叔不知道哪个小哥哥被绑住，你带叔叔去救哥哥好不好？哪个哥哥被绑起来了？后来可不可？是我，跟我没关系，我是冤枉的，我什么都没做。是，喂，你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要胡说八道？说让你冲洗，那我的计划怎么办？谢谢大令，脚还累的。还好没事，吓死我！哥哥没事，走吧。哥哥被绑着一定会难受的，我要开动了。好疼啊！好疼啊！阿姨，阿姨，猫咪，我的阿姨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知不知道妈妈会被你吓死？我的小多鱼，不对，小王子，你一口就把睡美人清醒。你综合，不是你说的这丫头能克死战小野的吗？怎么克醒了？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唐大师，您这是？战死后儿子下的咒被人不忘。怎么可能？你不是说整个港城只有那3个人能破您咒术？那3个人可都有把柄在我手上，他们不可能帮战四行啊！天底下又不是只有一个港城，内地海外能人异士众多。下咒前我就已经和你说过了，能破我咒的人不简单。像是什么？要是被山君所破。山君？什么狗屁山君？是，可还有别的办法呀？下个月就是老爷子65岁的寿辰了，他肯定要在寿宴上公布继承人选。老爷子又最看重战萧野，你们要是没有别的办法，那可就功亏一篑了呀！咒术被破，我被反噬，但是今天不能再下咒了。怎么办呢？战四行那家伙手下能人多，对战小野看也紧。我之前下了几次神分命咒，我们总不能看着偌大的战家被他们父子俩瓜分吧？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
这东西可是从大凶之地挖出来的，千百年来被阴煞之气所浸染，运势弱的人沾染些许就会横死。战四行父子虽然命格硬，但你们血脉相连，只要长期佩戴，也会霉运缠身。你想弄死他们，轻而易举。大师，有这好东西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到万不得已不能用这东西，沾了你的血，万一被高人化解，你也将万劫不复。记住，要想对战思行起作用，必须要长期贴身佩戴。还有，你要想办法让战萧也一直带着他才行。这个好办，有个人送的东西，他们一定不会怀疑他。来，表哥，这是谁家的西路仔啊？不敢啊！这是小多余，大名战年年，她是我妹妹。原来她就是表叔买给你的冲喜丫头。厉婉婉，我说了，她是我妹妹。她就是冲喜丫头，才不是什么妹妹，我才是你妹妹。你又不姓战，这个北国也不姓战，我才是你妹妹。来，你太过分了，我告诉奶奶去！哼！你在看什么？好的，好的，好好的。姑婆，这就是买来冲喜的丫头。姑婆，多多不是冲喜的，她叫战年年，是我妹妹。胡闹！小孩子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，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野崽，怎么能姓战？既然阿爷醒了，就赶紧把他从哪儿来的扔到哪儿去，让外人知道。还以为战家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。就是啊，表婶，这野崽来路不明，谁知道以前是干什么的？万一弄传染病怎么办？一个没人要的北命，好来助战。姑妈，您知道的，我们家的大事都是由思航来决定的。他喜欢小多余，领养手续都办好了。您要是不同意，那您就亲自去劝劝他。我回头自然会和他说，什么都管不了，娶你回来有什么用？阿爷啊，别说姑婆不疼你，这是姑婆特意去宝莲寺给你专门求回来的，日日带着，能保你呀平平安安。谢谢姑婆。好滋呢！啊，你有没有礼貌？我奶奶求来的东西，怎么就随便放进嘴里呢？来，给我。小多余，这不是吃的，等会儿我们吃橘子好不好？望元大师说了，这个呀，贴身佩戴才有用。来，姑婆直接给你戴上吧。六表哥，这手串可是我奶奶跪了3个小时才求来的，你怎么能让她随便往上吐口水呢？行，那我去打盆水洗个手。这才对嘛！来，接着咬着玩。奶奶，你看六表哥，他都不重视你的礼物，太过分了。婉婉，你放心，小多余他只是个孩子，咬不坏的。难不成真要认下这个冲喜来的儿媳妇吗？那可不行，战思航一定是下一任船王，婉婉必须要嫁给萧逸。好了，我们走。奶奶，走。不行，这本宫绝对不能留下。二伯，
萧野，这玉串材质不错，哪儿来的？二伯，这是昨天姑婆送的，说是从宝莲寺找望元大师求平安。这既然是保平安的，那一定要贴身佩戴才行。你昏迷这段时间啊，可把老爷子和老夫人给急坏了。等过2天身体恢复好了，记得去看看他们，好让他们安心。嗯。阿野不是最讨厌别人口水，对这小囡囡倒是纵容呢。我也没有想到，阿野当哥哥当得像模像样的，可喜欢小多鱼了。是啊，小宝宝这么可爱，谁会不喜欢呢？小多鱼，跟二伯娘走吧，给二伯娘当孩子好不好？可是二伯娘，小多鱼不想给别的小宝宝当姐姐。小多鱼为什么不想当姐姐？我不要和别的小宝宝抢饭吃。说什么？我肚子里有小宝宝？都说小孩子眼睛亮，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。二嫂，你快去查查吧，不费什么功夫。走。真可爱，小多鱼，让二伯娘接接你的福气。宝宝，你告诉我，你真能看到二伯娘的肚子里有小宝宝了？是男孩还是女孩？妈咪都有，哥哥都有，都有啊。看来你二伯娘怀的是龙凤胎。二哥和二嫂今天下午过来看望小野了，二嫂看小多鱼可爱，就抱了抱她。结果小多鱼居然说她怀孕了，二嫂就真的去医院检查了。没有想到，我们都以为是小孩子胡说的，结果居然真的怀孕了。都说小孩子眼睛亮，小多鱼又这么有福，说的肯定是准的。而且小多鱼还说二嫂怀的是龙凤胎。是吗？那倒是挺神奇。小乖孙，身体怎么样了？爷爷，我身体已经大好了，您放心吧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次身体遭了大罪，回头啊，我让你刘爷爷过来给你摸摸脉，吃几副中药，好好养养。好。这孩子天庭饱满，双眼干净明亮，是个好孩子。既然他和阿爷有缘，你们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教养，别亏待他。爸，您放心，我跟清君都非常喜欢小多鱼。这是你姑母让送过来的，说是上次来没给小多鱼送见面礼，不合适。本来啊，他是要亲自来的，结果路上出了车祸，没来成，就托人送过来了。自从10年前，你大哥战思衍在战火中失踪，尸骨无存，你妈就大病了一场，身体越来越差，后来更是瘫痪在床。这2年一直在静养，去看看你们妈吧，她这段时间也没少跟着担心。好。信女一生杀孽太重，以致大儿子意外横死，尸骨无存；二儿子子嗣不丰，恐难有后。唯有小儿子还算平安顺遂。我深知罪孽深重，战家上下皆因我，病的病，伤的伤。信女赎罪，
冤枉所有的灾恶罪孽，全都惩罚到信女的身上，不要牵连无故。阿弥陀佛。小姐，二爷带着夫人、小少爷还有小小姐想过来看你。好香香呀！都进来吧。妈，我们来看你了。奶奶，阿爷来看你了。妈，小多鱼，快叫奶奶。奶奶，香香奶奶。你在闻什么？奶奶家好香啊，到处都是好吃的味道。请问公主奶奶，我可以亲你吗？妈，我来看你了。你们都在啊？妈，你们也都来了？香香奶奶，可不可以嘛？小小姐，林婆，这怎么回事？小小姐非要亲小姐，可小姐并不喜欢与人肢体接触，更别说她这病是不能见人的，就是老爷她都没见。今天要不是他们仨儿来，肯定见不上的。见人都尚且如此，更别说……原来如此，你真是好手段呐！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妈一向不见人，连爸都不见。你不知道从哪儿搞了个冲喜丫头来讨妈妈的欢心。原来人尽皆知的战家六爷，我以为是什么狠角色，没想到是个下三滥的。你觉得我谢宇跟你？行啊，既然你不屑，你就赶紧滚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虾多鱼。妈，不是虾多鱼，是小多鱼，猫吃鱼的鱼。不对不对，不是猫吃鱼，是大老虎吃鱼。哟，你是属大老虎的呀？对对对，我就是大老虎，吃好多好多鱼才能长高高。对对对，我们小山青吃多多的鱼，快快长大。爸爸，香香奶奶，我可以亲一口吗？亲一口就好起来了。什么？胡闹！战子航，妈一向谁都不见，今天能见你们一家是难得。小多鱼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真的，香香奶奶一直都过得不好，只要我亲亲她，她应该就会好起来。此等戏言你也信？医生再三叮嘱，妈不能接诊，这滚啊！小多鱼刚来家里，小爷就醒，一直怀不上孩子的风流女也怀上了。没准小多鱼真是我们战家的福星。妈，要不让他试试呢？战思航，你疯了！这要出什么事你承担得起吗？出了后果，一切都由我。没想到战思航真是聪明是无推时啊！战家虽然在连死，可战萧也喜了，你不是连死几天啊？反而若战老夫人出事，可就彻行了。老夫死的这一窝，就连北方最顶级的天使也解决不了。
是吗？你拿什么承担？你想我怎么承担？我想，如果万一妈出点什么事儿的话，你也没有脸继承战家。小多鱼真的想亲奶奶一口。行，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那如果妈没事了，没事儿，随你喽。没事儿，可能吗？本以为家族继承人竞争是血流成河的斗争，没想到竟然这么简单。妈妈，老爷子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詹思航带了一个丫头去，非要亲战老夫人。二爷让我来叫您。医生再三叮嘱说，战老夫人平日不能近人，今日恐怕……胡闹！奶奶，那我就要开动了。妈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战思航，你看你干的好事儿，怎么回事？狗是怎么回事？爸，战思航他从外面带了个北女回来，还肆意让她接近妈，他才刚接近，妈就吐了一大口血啊！爷爷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是在帮奶奶。你那就帮啊啊！战思航，现在爸也来了，你是时候兑下承诺了吧？妈的情况更严重了，你要是识趣的话，就应该主动退出竞争。爸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你难道要任由这个祸害我们战家老夫人的人继承战家吗？这他不是不知道战夫人对你有多重要，以后要是别人知道了，战家未来的传人居然是一个陷害自己亲妈的小人，那还得了啊！现在就应该立下新的传人，然后把这个小祸害永远赶出战家。爷爷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妈妈，我没有。爸，行了，拿支笔来。爸，口说无凭，列下字据更有说服力。住手！我看谁妈，你我还没死呢，怎么就在争家主了？你真的好了？一剑，你为国征战沙场，杀孽太重，带了一身病痛回来，没想到啊，真的没想到，在我死之前，竟然还能看到你好起来，苍天有眼。
苍天有眼啊！这不可能啊！怎么可能呢？怎么，不要我豪情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太好了，香香奶奶真的好了。小姐从战场上回来后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她露出笑容。刚才你们赌赢了，战玉轩说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愿赌不愿服输。你们随便处理吧。那就让他以后别那么愚蠢。既然你不愿惩罚，那咱们好久没一起吃饭了，今天你们也空，留下来一起吃个饭。行，太好了，可以吃香香奶奶的饭了。妈，对，你现在恢复了，请客吃饭是应该的，我吩咐人去做。我说，今天不忙的人留下来吃饭。我不忙啊。不，你忙。不，你好，是我忙。这是张老夫人送给小小姐的见面礼物。谢谢姐姐。小姐，你没好？哪有那么容易好？不过我能站起来，的确是因为小多余碰到了。小多余，真是我们家的福星啊！那也应该让小少爷知道呀，他最关心你身体了。当初要是他知道您的情况，没准能一起想办法。就是因为他太会想办法，所以不能告诉他。你是怕再次被动手脚？玄学手段虽防不胜防，这也需要媒介。我的八字连娘亲都不知道，当初和老家伙成亲，八字也是随便编的，不是八字，就是别的媒介。你给我想想，这些年我身边都多了些什么？草小姐出事到现在，非要说家里多些什么？哎，那就是大少送回来的遗物了。六爷，郑老夫人身体可好？就那样吧。小多余，这玉佩是谁送给你的？这是姑婆送的。哎呦，166，这玉佩普普通通，看来老爷子和老太太也看不上这个细路仔。一个外面买来没人要的细路仔，郑老夫人竟然送了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是个冲喜丫头，进战家不到半个月，已经是个小富婆了。我要是生个孩子，这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不就有了？思豪，老爷子说姑母出了车祸，怎么样？
严不严重？说来也奇怪，姑母带着婉婉坐车来，车上加姑母，还有司机佣人，一共4，就姑母一个人被撞断了双腿，其他3个人连皮都没蹭着。怎么会这样？不过也不算严重，已经回家养着了。但奇怪的是，车上的其他人说，姑母对小多鱼很不满。明天你有时间吗？要不跟我一起去看看？我不去，撞折了双腿而已，又没截肢。不去就不去。姑婆也真是的，就随便给一块玉佩打发我们小多鱼。说来小多鱼到我们家也没有准备什么像样的东西给他。小多鱼，明天妈妈带你去逛街好不好啊？逛街是什么？是不是有黑姑姑？当然有啊。你好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我都想试一下。还有你们店里有哪些小孩的项圈，我也都想看一下。好嘞。好漂亮的小姐姐，你是白雪公主吗？真可爱。奇怪，怎么感觉身体暖多了？漂亮姐姐，送给你一个见面礼。你要把这个送给我吗？这个玉很喜欢你，就送给你了。你好，女士，你的宝贝把这块玉佩送给了我，我很喜欢这块玉佩，我可以用更贵重的物品和你们交换吗？小多鱼，这块玉佩是你送给姐姐的吗？这玉佩是小多鱼的那块吗？材质完全不同。漂亮姐姐是玉佩的妈妈哦。你好，小多鱼他喜欢漂亮的人，他喜欢你才会送给你，不用回礼。谢谢你们的大方，多多宝宝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他，以后她就是我的妹妹。你们来2国做客，请让我尽地主之谊。好，走啦，小多鱼。公主，玉佩还是清洗一下，换个新绳子比较好。另外，您今天该吃药了。我感觉身体今天好像好多了。走，回家。姑母，您的腿好些了吗？你怎么不再玩2天？等我的腿好了再来。我送的玉佩呢？怎么嫌弃了？姑母，我们怎么会嫌弃您送的玉佩呢？只是小多鱼，他年纪太小了，戴玉佩不合适，就先给收起来了。列表哥，我们去玩吧。我屋里药味重，出去玩吧。啊，去吧。列表哥，你看，这是我新得的一匹小马，它叫莎莉。爸爸和姐姐都是西兰赛马的冠军，等我长大一些就可以骑它了。它不喜欢别人摸它，要是普通人摸它，它可是会踹人的哟。不过，要是六表哥你想要摸摸它，我可以跟他说一下，没准他会同意呢。怎么样，六表哥，想不想试一试？你说别人摸它，他会不同意？当然啦，它是我最喜欢的小马，它只听我一个人的。是吗？哇，莎莉，好可爱！哼，你讨好我的莎莉干什么？她是我的小马。莎莉，莎莉。哦，谁愿意理你？这不是小山君，小山君摸真是太舒服了。小山君还不怕我呀？我要一辈子待在小山君跟前。以为我没办法了吗？莎莉，过来，给你吃糖，这可是我的绝杀技。一口糖而已，吃不吃很重要。只要能见到小山君，莎莉的心里就是铁色。哇，莎莉好可爱！死莎莉，我不喜欢你了，哼！等你长大些了，哥哥就给你买一匹小马，比莎莉还要漂亮的小马，好不好？
好，把他带回去，不让他吃饭。不，以后他不让我摸，就永远不给他吃饭，饿死他。哥哥，不要沙利挨饿，他肚肚会痛的。好，那哥哥回去跟姑婆说，我们把莎莉带回家好不好？不可以，莎莉是我的，不可以给冲洗丫头。那可由不得你。我奶奶是不会给你带路来的，死丫头。走。奶奶，我要莎莉。好了好了，一匹小马而已，你们要是喜欢，送你们就是了。奶奶，你都说了，莎莉长大以后是我的，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？没事儿。哥哥，姐姐不让莎莉挨饿，那我们不要莎莉了，好不好？反正家里没人喜欢骑马。我喜欢骑马。婉婉喜欢骑马，等你长大些，给你买新的啊。阿爷啊，莎莉你带走，就当是姑婆谢谢你来看望我了。谢谢姑婆。阿爷每次看到莎呀，都会记起我的恩情。婉婉，你总会懂你的那苦忧心吧？来，小多鱼。小多鱼来历不凡，连动物都喜欢的，以后还是少带多多出门，免得被人发现高。看这里，小多鱼，来，妈咪给你扔个球啊，小心点儿，真可爱，好好玩啊！爹爹，我可不可以带多多一起去学校？他现在喜欢妈咪，都不喜欢我了。不行，多多他还太小，去学校会觉得烦闷。你放心，等他长大就不会黏着妈妈了。不好了，小姐出事了！妈妈疼。去叫医生来，小姐受伤了。怎么回事？刚才不是好好的吗？谁弄的？刘妈人呢？关键时候不照看好小姐。痛的。小姐年纪太小，无法通过触摸来判断骨头有没有问题，还是去医院做个 X 光保险一些。港都的订婚宴，你要来不及了。你先过去参加吧，我带小多鱼去医院。行。爹地，多鱼需要你，你不要去，我代替你去。爹地，我不让你们走。爹地，我不让你们走。你带上厚礼去宴会帮我道个歉，就说我家里有急事去不了。是。爹地腿痛。快点。再快点。六爷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港都订婚宴出事了，有杀手潜入宴会，安装了炸药，港都当场被炸死，还有不少人被枪杀。二爷受了轻伤，四爷他胸口中弹，现在生死不知。怎么会这样？老公，没事，还好我们有小多鱼。你看，今天我们就逃过一劫。小多鱼，你救了哥哥，又救了爹地，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。我今晚可能不回来，你不用等我。思豪，带好保镖，一定要小心，别让我担心，好吗？思豪，你对我很重要。
爹地，拿着吧。刘妈人呢？我不小心看见她背着包袱从后门离开。她说她孙女生病，跟管家请假回家。没有啊，刘妈没有来跟我请过假。派2个人去查看一下刘妈的家庭，还有，把门口的保卫给我叫起来。是。刘妈手里有请假单，上面盖着管家的平安印章。冤枉夫人，这印章一直在抽屉里锁着，不信我让叫人打开，一看便知了。这不可能啊！一定是有人偷用过印章。什么人？看身影有点像三姨太。抱歉啊，张老爷子，我们尽力了。患者现在还有意识，能听到你说话。儿啊，你放心，你的妻儿有我们战家护着，你的仇，爸爸也一定会帮你报的。快过来，跟兄弟说句话。口口声声说是让兄弟们给老四一个承诺，实则是想让战家继承人给老四承诺吧？四哥，长风和长青都姓战，都是我们战家的子孙，这是不可磨灭的事实。只要他们以后不做出违背祖宗的事，我这个做叔叔的一定会照顾好他们。四嫂那边你也不用担心，我会每个月给他打一笔钱，照顾好他们生活。二老那边我也会过一段时间就去照看一下，这些你都放心吧。四哥，医生，四哥的眼珠子还在转，还能抢救一些。医生，医生，护士，快！为了战家继承人的位置，你可真是煞费苦心。你是懂我的，如果是为了继承人的位置，我没有耐心跟你装，直接一口气把你们都灭了，那就更简单了。四爷的求生意识非常强烈，手术很顺利，只要接下来1周的时间不出现感染的情况，他就能活下来。这么神，就这么一会儿，老四竟然好了。你今天来可有什么意呀？这是姑母送给阿野的手串。你姑母那个人能安什么好心？谁知道呢？阿野真是的，把这手串天天给多多玩。给多多玩？这手串我先收着，你不要对任何人说。我倒是没什么，可是姑母可能要伤心，阿野没有带她给的东西。回头我找几串手串给阿野玩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您别忘了，您现在还有孙女。项圈也拿点。这还差不多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这下我们战家的机遇也就来了。刘妈家人去楼空了，家里的人都审问过，互相都能佐证好，没有人进过管家房间。看来是刘妈自己偷拿了印章，盖了请假单逃跑了。暗中让人继续调查刘妈家人的下落，明面上
就说是刘妈害怕被追债，所以逃跑了事吧。我是担心小多余的安危，他小人家家的，难免防不胜防。我会注意的，谁要是敢动他，我会让他一族人不得好死。那看来以后我们战家上上下下都是九族严选了。爹地，妈咪，我们想骑马。爹爹，妈咪，我想要骑马。好，我带你去马场。爹爹，我要骑莎莉。多多还小，不会让他一个人骑，我会牵着你。如果你敢反抗，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他可真聪明啊。莎莉，我是多多的哥哥，我能摸摸你吗？莎莉，让哥哥摸摸你。小山君的哥哥当然可以摸。骑到哪了？耶耶耶！哈哈。多多，莎莉累了，让她休息一下吧。好，走吧。站住！把那匹马牵过来，我要骑它。哥哥，我想吃黑乎乎。黑糊糊啊！嬷嬷，做一碗黑糊糊给多多。好。来。好。哈，哥哥黑乎乎，画个大老虎啊！哈哈哈哈哈！那我就给你画一个小花猫。不要不要，我是大老虎。好，大老虎。啊，你看我干什么呀？我怎么了？哥哥黑乎乎，我也黑乎乎，我们给妈妈看看吧。好。这个，是啊。好。妈咪，小多余，你们去干什么了呀？怎么脸上黑乎乎的？我是黑乎乎，哥哥也是黑乎乎啊。我嘴巴都是黑乎乎，哥哥嘴巴也是黑乎乎。我们小多余好像一只大老虎啊。对啊，我就是大老虎。好好好，我们小多余就是大老虎。走，我们一起去吃下午茶。走吧。嬷妈，再来点蛋挞、芋饺和叉烧酥来。好的，夫人。六爷，夫人，刚才马场负责人过来说，莎莉被二房家的月明少爷带人抢走了。六爷，夫人，刚才马场负责人过来说，莎莉被二房家的月明少爷带人抢走了。抢？马场的人是怎么干活的？怎么能让一个小孩带人把马抢走？说是月明少爷带了几个保镖上门硬抢，马场的人怕伤到莎莉，所以就没有硬来。今天马场负责安全的人全部调到南山去，我这儿不留废。是。爹爹，二伯父想做什么？你觉得他是为了什么？是挑衅吗？想引发争吵，让爷爷认为你欺负他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就带人去把莎莉抢回来。哥哥，我想跟你一起去接莎莉。爹爹，妈咪，我可以带多多一起去吗？那你要牵好妹妹，不要让别人伤到她了哦。妈咪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多多的。哎呀，他也来了，真是稀客！来来来，快坐。之前听说你病大好，月明却感冒了，我也腾不出时间来看你，难为你还到我这儿来坐坐。月明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小六去看看吧。姐姐不用管，那孩子刚得了匹好马，
在马场玩呢。胡闹！骑马这么危险的事，没带人跟着怎么行？你这当妈的真是心大。二爷知道呢，哎呀，还派人啊在马场保护。那匹马是小多余的，还请你们还回来。哼，还？你说是你们的，就是你们的。再说，就算是借你们的马，也应该让他玩得尽兴还你吧。你也真是没见识，好歹我们都是战家的，你为了一个外星人，就这样？他才不是外星人。不是外星人，那是什么？咦，莎莉不喜欢别人骑她，不能欺负她哟。有什么不能骑的？哼，今天啊，我们就要骑了，不仅要骑，还不还给你，我看能出什么事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夫人，六姨太，不好了，月明少爷从马上摔下来了。什么？摔成什么样了？摔断腿了吗？摔得不轻，已经备好车子，马上就送去医院。那你跟他一起去医院吧，我这里不太方便。哎呀，我的儿啊！二伯娘，家里有事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我这次过来是听说月明把我们家的马寄过来骑了，这匹马是姑婆送给小多余的礼物，也不好转送给月明弟弟。不过月明弟弟喜欢，回头我去马场挑一匹送给他。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月明这孩子真不懂事，家里又不是没有马，哪能去借你们的？哎呀，这次也不知道你月明弟弟摔成什么样了。二伯娘，你先忙着，我先带多多回家了。好，下次再来玩。妈咪，好疼啊！妈咪知道，妈咪知道。怎么样了？你都怨你，好好的，非让月明一个孩子去骑什么马？我跟他说了，都是他性格太急躁，那马没训好的嘛。我劝他不听，这次受伤就当长个教训，好不好？那明明是你让月明去抢马的，现在怎么反倒怪起儿子来了？明明摘星爷也骑了，凭什么他可以，我就不可以？爹地，你帮我吧，就是因为咱们家的驯马师不行，我要六叔家的驯马师，你快去把莎莉和驯马师给我抢过来，这是你说的，只要是我想要的东西，你都会抢过来的。爹地，你快去把莎莉和驯马师给我抢过来。哦，我的崽崽，哼！保镖说了，要不是他反应快，把月明拉出来，那马蹄子直接踩在月明脑袋上了。我不管，这口气我必须出。都是战家的子孙，他一个病秧子，凭什么高人一等？你够了！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再多说一句，我就把你休了。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，就知道哭。儿子，连线装，让他动手。是。妈咪，是玉佩妈妈。哎呀，好可爱的 baby 呀！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夏多鱼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是小多鱼呀。克莱曼妮小姐，这就是你要找的孩子吗？宋女士，你女儿送我玉佩，帮了我很大的忙，这次是专门过来道谢的。那可是顶级的鸽血红，价值不菲啊！可不是，上个月佳士得拍卖会那颗缅甸红宝石，可是拍出了330万美元的天价，这一颗可不比那颗小。加上这项圈上其他8颗宝石，这项圈恐怕价值上千万美金了。这太贵重了，克莱曼妮小姐。实不相瞒，这块玉佩救了我的命。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玉佩，是我家姑母送给我女儿的见面礼。小孩子不适合戴，哪有什么能救命的功效啊？如果不是亲身体验，我也不相信东方玄学如此神奇。我自小体弱，小多余把玉佩送给我，我的身体康健了不少。前些天火车脱轨，
是他救了我，小多鱼救了我的命，他是无价的。很抱歉，我只能用有价的物品来偿还。小多鱼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这枚项圈只是一份见面礼。这里的东西给妈咪，给爸爸，给哥哥，给玉佩妈妈，给月月阿姨。好好好，我们多多真是太可爱了，你怎么那么大方呀？没想到公主这么喜欢小多鱼，还送了这么多贵重的礼物。看来三姨太这次做了一件好事，找了个冲喜丫头，找得妙啊！哼，也是让他瞎猫碰上死耗子了。哎，三姨太，前几天怎么不见你在家呀？家里有点事儿，我累了，先回房了。黑乎乎的味道，只是味道太淡了，再养养吧，都不够一口吃的。时间不早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啊，多多，这项圈是谁送的？这是我们小多鱼用玉佩跟儿国公主换来的九宝项圈。爹爹，我只有一个项圈啊，没有另一个项圈了，以后我再给你。弟弟不用，这是多多的，有多多就好。多多戴着应该很好看。多多呀，嫌这个戴着沉，我把它先收起来，等老爷子寿宴的时候再拿出来给多多戴上。行。那爹地，我去写作业了。妈咪，我去看画本了。你每20分钟就要提醒少爷和小姐一次，让他们不要累坏了眼睛。好的。说来也是奇怪，咱们多多运气也是太好了。上次他非要送给陌生阿姨玉佩，结果没想到对方竟然是儿国公主。多多是我们家的福星，这些没什么好奇怪的。若真只是福星，我当然不会这样想。你也知道，那块玉佩是谁送给你的？按理说，是不会有这样的好运气的。但是多多送给克莱曼妮的玉佩之后，她不仅病好了，前几天火车脱轨，一整车的人都出事了，可唯独她一点事儿都没有，只是衣角微脏。你的意思是，单纯的运气已经解释不了了，除非多多送给克莱曼妮的是法器。你是说那块玉佩是法器？我看不像，那块玉佩我们之前也是见过的，它玉质低劣，可是多多戴了一段时日之后再送给克莱曼妮，它的玉质变得顶级，就连中间那一抹红像是要活过来一样。原来看着只觉得猩红吓人，可现在看着倒像是……那像什么？像一条锦鲤。若是今天没有四爷这事儿，我也不会这样想。但是今天克莱曼妮还说，是那块玉佩救了他的命，所以我就在想，这手串和玉佩，估计和我们多多有些关系。我听刘老说过，法器的成型条件十分苛刻，要么是在洞天福地浸润千年，要么是某个神仙大能贴身佩戴，再或者也得是玄学宗门历代共舞。无论是手串还是玉佩，和多多接触的都不多，你会不会想多了？是啊，法器这么罕见，我们家怎么会这么巧，一下子
就来了2件。放心，我让战九去查，外界出现一件，就会被抢破头的稀世珍宝，在小多鱼手中能批量生产，这让人知晓了，只会给他带来危险。六爷，都办好了。好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手串是战云从宝莲寺的望元和尚手中花10万港币买下来的，压根儿不是什么好玉。若没有佛寺开光的噱头，在外面也只能卖个5万多就不错了。不过有趣的是，不管是手串还是玉佩，背后都有战宇轩的影子。这仗义兄弟机关算尽，勾心斗角，没想到我们家里来了点石成金、镇宅化煞的小多鱼。四哥，明天是港督的葬礼，这次袭击跟湾岛那边有关系，不过被歪国引导给了内地，估计会不了了之。爸的意思，动手的人杀了，让幕后主使自己狗咬狗，我们就不先掺和进去。谢谢你特意来告诉我，这件事听爸的就行。四哥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老六，是你救了我，当时我有感觉到。倒是我小人之心了，我还以为你会故意跟我装傻充愣。老六，你打小就是个睚眦必报的，这么大的人情，你要是糊弄过去了，估计你怎么救的我，就会怎么要了我这条命。四哥，我们是亲兄弟，我怎么可能会要你的命？得加请问，我这条命是你给的，只要你不伤害到我的妻儿，以后什么你只管吩咐。唉，明日港督葬礼，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。港督已经死了，还有必要再闹一场吗？现任港督最早也要下个月才能到任，现在政府都乱成一锅粥了。若是有人想要搞事情，葬礼就是最好的机会。明天的葬礼你们都会去吗？君应该不用去吧？战家人口多，一个死了的港督，派个代表去意思一下就行了。谁爱去谁去，反正我不去。王妈，你带多多出去玩吧，小心点儿，别让人撞到。是夫人。来，跟我妈走吧。这个蒸着吃，这个煮着吃，这个烤着吃，太可爱了。好，阿姨，你能给我拿个小螃蟹吗？谢谢阿姨。走吧。小姐小心！小姐小心！哎呀，过来，没事没事。是。西路仔，你是谁家的？小姐是战家六爷的女儿。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被战家买来冲洗的孩子。六爷认了我们小姐当养女。哼，运气倒是好。哥哥，我可以亲你一口吗？这小孩刚才说什么呢？少爷，他说他想亲你一口。你这么小就要当色狼了？我是大老虎，不是色狼。我看你就是色狼，不然为什么要亲我？难道是看我好看吗？我比你好看，我可以亲一口吗？我凭什么让你亲啊？你都说我不好看了。好吧，你好看。那是。生活不易，多多慢意，讨口吃的真不容易。算了，让你亲一口吧。谢谢。哇，是黑乎乎了，有小有多的黑乎乎，我吃。好，我吃，大口吃。回家。这小孩太麻烦了。这是
妈，这都到饭点了，什么时候开饭？六爷，这是彩衣娱亲呐。狗屁彩衣娱亲，他这是被老婆孩子甩了，跑我这儿来消磨时间呢。我肚子里爬出来的，我还不知道他。那我先去餐厅等您。去吧。小姐，你让我找的人已经回消息了，他让你明晚10点在港巷18号找他，要不要告诉六爷，好让人陪你一起去？不用，你还不知道那人的脾气，古怪的很。我要是领他去，保证连他一根头发都见不着。行了，明天你和我一起去就行。小姐，这是那个人让我带过来的，说是要到太阳彻底落下山之后才能掀开。小姐，我先扶你去休息吧。不用，早点办完仪式，早上醒。14根。快！小姐，这样就没事了吧？阿淼，你说阿衍会不会没有死？当年送回来的遗物是假的，是不是他们压根就没有找到阿衍，所以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死了？大少爷从小聪明机灵，做事认真，观察力也很敏锐。如果他能观察到自己有危险，躲起来，这也是有可能的呀。可是他如果没有死，10年了，他怎么就不知道回家呢？小姐，大少爷会不会去内陆了，回不来了？他傻，他不知道找个蛇头偷渡回来。没钱，算了，管他呢，这么久了，不回来就不回来了吧。好了，爹地妈咪，你们醒啦！爹地，我要找妈咪。爹地，我和妈咪吃螃蟹了。是螃蟹？螃蟹。有改进。爹地，你是被虫子咬了吗？对，爹地啊，被一只大虫咬了，所以说要擦药，要不然的话就会被虫子咬，听到没有？哥哥，我看到爹地打妈咪了，妈咪的手被爹地打坏了。怎么会？是的，我早上去找妈咪看到的，爹地被虫子咬了，他生气都打了妈咪，他是坏爹地，我不要给他涂药。可是爹地被虫子咬了，为什么会打妈咪？因为他生气，妈咪没有给他涂药呀。妈咪带我出去都是给我涂药的，爹地生气，妈咪偏心。大人的事情，我们小孩子就不插嘴。多多，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，好吗？坏爹地，不给他涂药，让虫子咬他。好，让虫虫咬他。爹地，
一会儿我就要和同学一起去上学了，你快去上班吧。小野，你是不是有话要对妈咪说？妈咪，这个是 Daddy 弄的吗？不是，这是蚊子咬的。妈咪，如果 Daddy 欺负你，你就和他离婚，我和多多都会陪着你，支持你，你不要忍气吞声。虽然阿公阿婆离开了，但是你还有我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我让虫子咬爹地，不让坏爹地欺负妈咪。谢谢宝贝们，谢谢你们，愿意一直陪着我。虽然你们爹地没有伤害我，但这些痕迹确实是他造成的，这是因为他爱我。这样好了，等他晚上下班回家，你们自己去问他。刘野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被一只虫子咬了。这虫子看起来有毒，要不去医院啊？刚出门前，小多鱼说我会被虫子咬，还真被咬了。这孩子也真是的，说什么都这么灵验，就连咒我都这么准。算了，去医院吧。直接去医院。啊！我的腿！救人呐！快救人呐！疼死了我的腿啊！救人呐！快救人呐！刘野，我们去公司还是回家呀？突然不疼了，先回家吧。是。这场爆炸案，只怕是冲我来的。这条路是宋小野上学的必经之路。如果不是因为被毒虫咬伤，如果不是因为阿隼下车查看我的情况耽误了片刻，恐怕炸死的人就是我了。多多说我会被虫子咬，不是咒我，反而是燕灵了，在救我。混账东西！这点小破事都做不好，你知道我忙活了多久吗？啊！怎么会失败？怎么会失败？说话呀你！二爷，是属下办事不力。我们的人跟踪战四行，发现他在爆炸发生之后去了医院，说是什么好像被虫子咬了，去买膏药。我这丢雷老谋啊！你是说我精心谋划了1个多月的局，让一只虫子给破了？虽然我也不敢相信，但战四行他行为太诡异了。周围人说的确实是不假，他诡诈莫测，至极禁妖啊！废物东西！二爷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去找唐宗鹤。妈咪，你怎么啦？是不是爸爸打你生气了呀？不是，那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是管家说，你爹去公司的那条路上发生了爆炸。那爹地不会出事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反正不会出事。你没事？看到你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没事。我听说，爆炸发生的时候，波及周边都很严重。你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？说来也奇怪，路上被这虫子咬了，改变了我原来的行程。如果按照原行程的话，你今天就真见不到我了。什么？有人想对我跟阿野下手，所以不惜策划了这次爆炸。要不是家里有你，恐怕真的回不来了。不行，我得看看你到底有没有事。没事儿。你看，
就是被虫子咬的。还要感谢我们小多鱼，是他咒我被虫子咬。爆炸发生的时候，离我有30米远，要不是身上痒的不行，我让阿隼掉头去医院，刚好躲过了爆炸。所以这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，不是吗？到底是谁？一次又一次的针对你？还不是那几个，最近看在老爷的面子上，对他们太温柔。看来他们又是皮痒了。六爷，老爷子让你过去一趟。知道了，擦完药就去。多多，去找哥哥玩。这虫子咬得我好痒啊！活该！你都不知道我今天有多丢脸，都怪你这个混蛋瞎胡闹。阿野和多多看到我身上的痕迹，还以为我被你打了。我说不是你打的，俩孩子都不信。你自己给他们解释清楚吧。多多的能力太过神奇，你好好引导我。我知道。中午要不要等你一起回来吃饭？不用了，老爷子应该会留我在那里吃饭。我先过去了。你们3个放心，六爷平安无事，刚刚只是被老爷叫去了。阿弥陀佛，佛祖保佑，佛祖保佑！太太，我刚从医院回来，这次爆炸发生在上班时间，死伤了不少人，医院全都是哭喊声，太吓人了。这些人真是的，有炸弹去港都葬礼上炸，干嘛非在街上炸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啊？叶梅，你昨晚干什么去了？怎么脸色这么差？我娘家妈妈摔了一跤，我回去照顾了她一晚上。你是喝多了还是做梦呢？大白天的说胡话。战家谁不知道你和娘家人的关系？3天一吵5天一闹的，每次回娘家不薅点东西回来都算丢。这怎么突然间的就……你懂什么？我们突然血浓于水了，不行吗？哟，这浓度还能随便加呢。我只是让你弄死战萧野，你搞这么大的爆炸，连六爷也会一起死的。我就是要战四行父子的命。为什么？就不怕我告诉六爷？去呀，去告诉他们呀，告诉他们说是你把他和他儿子出行的时间告诉我的，他会原谅你，还是先弄死你？我头有点疼，先回去睡觉了，我先走了。我看他是做贼心虚，昨晚上不知道去会哪个情郎。好了，你们就先回去吧，等六爷回来，我会叫人去叫你们的。小姐，去找人调查一下，看三姨太昨晚到底在干嘛。恨天高啊，爸还练字呢，老当益壮。你知道是谁动手了？像。爸，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没有受伤吗？说来也有趣，我在去公司的路上被一只虫子咬，痒得我不行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去医院买药。有趣的是，我刚掉头，背后就爆炸了。你儿子命大吧？你命格里本就有逢凶化吉的贵人帮忙，
不意外。哎呀，你说这个处心积虑想要弄死我的人，如果知道我被一只虫子救了，他会被气死吧？知道是谁了？不管是谁，我这次都不打算放过。爸，你会支持我的吧？随便你吧。哎呀，今天我受了这么大的惊吓，你是不是应该补偿补偿我？送上来，让他自己挑吧。谢谢爸。老爷毕生珍贵的收藏都在这里。这个，还有这个。现在总算是懂事多了，没要这么多。这几个不要，其他的送我房间里去。爹，我知道这些都不是你压箱底的，你身体不好，不好搬，我就随便去挑几件破烂啊。小混蛋，你是来我这儿进货？哥哥，我要那朵。这朵上面有刺，我帮你摘。哥哥，我血呢。不要把手指放进嘴里，很脏的。如果多多受伤了，就去找大人清洗上药，知道吗？哥哥，你怎么了？还痛吗？我带你去涂药。不用了，伤口太小了，好像已经好了。坏，不喜欢花了。当初我在老爷子库房里看到这套墨翡饰品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给咱家正合适。果然我的眼光没问题。这段时间外面更混乱，你们就待在家里，能不出去就不要出去。那少爷怎么办？要不要去学校那边请假，请个家庭教师应对几天？让家庭教师到家里来吧。哎，多多，不要影响哥哥上课哟。好。今天就到这儿，我先回去了。老师慢走。少爷，你觉得这个老师教的怎么样？习惯吗？要是不习惯的话，我们就再换一个。妈咪，塞恩老师的发音很标准，但是他的语法好像有问题。比如呢？比如 My family has dinner together every evening。这里塞恩老师用的是 has， 但是这里强调的是家庭，应该用 have。 My family have dinner together every evening。 那明天 My family have dinner together every evening。 妈咪，多多的发音和塞恩老师一模一样。哥哥，小多鱼，告诉妈咪，你的英文是跟谁学的呀？跟老师学的，跟妈咪学的。我们小多鱼这么厉害呀！妈咪，他这么聪明，明天让他和我一起学习吧。好啊。零基础想要学会是很难的，尤其是大陆用英语远不如港城多。多多怎么会对英语学得这么快？除非多多以前的家庭不是一个普通家庭，甚至是比战家还要大的名门望族。咦，我想要一个大老虎裤子。
好的，小小姐。多多，今天是爷爷的生日，我们带这个去给爷爷庆生，好不好？妈咪，我不想带。啊，那好吧，那妈咪就先给你收起来，然后宴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再带，好不好？就带1个小时。好。爹爹，哥哥，我不想当女孩子，我想当男孩子。为什么呀？男孩子可以偷懒。可是爸爸还有哥哥，他们也没有偷懒呀。他们跟我们一起起床，一起洗漱，一会儿我们还要一起去参加爷爷的寿宴呢。爹爹和哥哥不用带亮晶晶，妈咪和我带。我懒，不想当女孩子。小东西还挺会总结，可是多多总结错了。哥哥不带亮晶晶，是因为他是大孩子，小孩子不论男女都得带亮晶晶。我小时候也带很多饰品，我现在也带了。哦，完蛋了！哎，老夫人这气色看着真好呀。是啊，面色红润，哪里像是病入膏肓的詹老夫人。妈，今天气色不错，怎么有什么开心事吗？确实有一件高兴的事。什么事？你大哥可能没死。什么？送过来的遗物是假的，不知道他在大陆怎么样，有没有困难？唉，我们又没有什么办法能找到他。儿行千里母担忧，直到他没了的时候，我哭了整整1个月。现在知道他还活着，我又不知道还要盼他多久。妈，别担心，或许我有办法。你有办法？你有办法？也不知道管不管用，先试试。或许多多真的能有办法，但为了保护多多，不能告诉任何人他的能力，否则只会给他带来危险。哪怕是妈也不行。我们先给爸过生日吧。爸，生日快乐！爸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爷爷，生日快乐！多多，来奶奶这里。奶奶，你吃了吗？吃了呀。多多吃了吗？多多吃了呀。奶奶，你怎么不生日快乐呢？还没到奶奶的生日呀。每个人呢，每年只能过1次生日。今天是你爷爷过生日。那等奶奶过生日再快乐吧。奶奶，我过生日也快乐。那小多鱼知道自己是哪天过生日吗？不知道，我妈咪知道。小多鱼，来，快过来，爷爷抱。哎呦爸，这孩子看起来挺沉的，你别闪着腰啊。我不沉，我才30斤。哎呦，真有30斤呐，比你家当初陪嫁那袋米重点儿。老不正经的。老爷子，生日快乐！这是我特意准备的贺礼。咱们船王世家常年在外，我特意从南海给您请来的白玉观音，能压飓风，能扛台风，天龙在天，吉祥如意。你呀，太有心了。还是玉轩少爷有孝心啊。是啊，我听闻南海那边自从立了观音像后，风调雨顺，就连台风都会避让。玉轩少爷这观音啊，请得真好。我要是船王，我也高兴。长辈祝寿嘛，我们做晚辈的应该尽心尽力准备贺礼。你说对吗？什么？我问你，我的观点对吗？今天是老爷子生日，问我干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我都送东西了，你呢？你打算空手来参加寿宴吗？当然。
我今天足足准备3000万。我今天准备了3000万。什么？3000万？真的假的？不会吧？哪怕是船王世家，在这个年代能拿出3000万也不简单，更不要说是战思航还未继承船王的家业。我看战思航丝毫不在乎，完全是因为他早就有所准备。哎呦，白玉观音，对不起，你虽然很灵，但战思航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怎么可能？你哪来的3000万？是美金？你不可能，我就不可能。丢人现眼也不分地方。行，我倒是要看看，拿出来。爹爹，你真的有3000万？爹地出门前特意教你的，还记得吗？知道了。你又要搞什么名堂？难道这小屁孩有3000万？我给爷爷送3000万祝福了，祝爷爷千万要幸福，千万要健康，千万要快乐。3000万到手了，爷爷你开心不？什么？哎，爷爷好像不太开心啊。爷爷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喜欢，怎么能不喜欢？那爷爷喜欢我送的3000万吗？喜欢，十分的喜欢。你小子就知道我没有办法拒绝小多余啊！原来送的是这个呀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战思航，你未免太不把今天当成一回事了吧？谁说我只送这些了？你还有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？刚才那些不过是开胃菜，后面的老爷子一定喜欢。刚才那3000万你就是这么说的？你要是拿不出他喜欢的东西怎么办吧？难办，因为老爷子一定喜欢。战思航，你居然把老爷子的寿宴当儿戏！你接下来拿出来的东西，要是老爷子不喜欢的话，就要跟所有人道歉。好。哼，没想到你战思航收养了这个小女孩后，完全变了个样。既然如此，老爷子是不会高看你一眼。当然，但如果老爷子喜欢的话，你恐怕会不得好死，至少不像上次那么轻松的放过你。好啊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拿出什么东西来，能让越过世间稀奇珍宝的老爷子一眼就喜欢上。搬进来。哇，这些都是这么多呀！哇，刚才就糊弄过我们一次，这回应该不会再糊弄我们了吧？战思航一向靠谱，自然不会让人喧宾夺主抢了他的风头。我看他一定是运筹帷幄，胸有成竹啊！你就送这些？当然，这些东西爸能喜欢？你又不是老爷子，你怎么知道喜不喜欢？怎么，以为自己送了个什么玉观音就是家主？爸，你看看这些喜不喜欢？这个10年前卢浮宫拍卖会500万拍来的瓷碗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可就扔了。哎，别，这个我真喜欢。爹地送的都是爷爷喜欢的呢，爹地太了解爷爷了。有时候太了解一个人，也不是一件好事啊。还有这个翡翠白菜，5年前港城拍卖会1000万买来的，这东西可容易碎了。哎，别，这个我超级喜欢。你喜欢就送你了。这个和田玉兔纹雕是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刚买的？多少钱来着？哎呀，这在家里还没捂热呢。这个我超级喜欢，100%符合我的口味。六啊，你简直是我肚子里蛔虫啊！小伙子，菜就多练。什么？
爹爹，你真厉害！不对，这些是老爷子的收藏啊！不对，这些是老爷子的收藏啊！你怎么可以送他这些东西啊？我没说这些不是老爷子的收藏啊。你这哪叫送东西？你这最多叫物归原主吧？你偷了他的东西，然后再送他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原来是这样啊！这六少爷以前不看着挺正常的吗？怎么收养个女儿后跟魔怔了一样？话说这么难听干什么？你送的这个，爸只是单纯的喜欢，而我送的这些是失而复得，双倍的喜欢。要不然你问问老爷子，按以前的价格，这些东西还买得过来吗？对呀，爷爷之前给他的东西都是黑乎乎的，被我吃光了，变得干干净净的呢。难怪我拿着感觉和之前的完全不一样。这样说来，这些东西比原来不知道有之前多少倍。多多说的对，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。妈妈晨，今天不许摘下来啊！小时候啊，哥哥不乖，把手镯弄丢了，妈咪罚他1周都不许吃糖。要是小多余也把项链弄丢了，妈咪也罚你不许吃糖。可是哥哥不爱吃糖呀。哥哥小时候喜欢吃，多多喜欢吃吗？喜欢。小多余今天要是乖乖的戴着项圈，不摘下来，晚上妈咪就奖励你吃糖，好不好？好。傻鱼鱼，晚上这颗糖啊，本来就是给你的。战家都喜欢他，我只要找他玩，和他处理好关系，战家就会喜欢我。哼，小多余，我们去玩吧。好吧。一个小野崽怎么佩戴这么昂贵的项圈？老幺两口子倒是疼孩子，这么贵重的项圈也舍得打。思航这么大岁数才得了宝贝闺女，自然怎么宠爱都不过分。当年你大哥穷得尿血，不也省下1粒米就往你嘴里塞吗？二姑母，你可真是误会了，这个项圈是别人送给小多余的，可跟我们夫妻俩没有关系。哼，我看呀，你们自己有好东西，也舍不得拿出来送罢了。哼。哎，这项圈上的红宝石，不会就是儿姬拍卖会的世纪拍品卡门朱莉红宝石吧？好像是被阿尔国女王拍下，送给克莱曼尼做16岁生日礼物。什么？哎，好像还真是。卡门朱莉红宝石的价值，那可是阿尔国皇室的东西，他们居然连二国公主的东西都敢拿。这也太过分了！这么小的孩子就开始偷东西，原来是偷。哼，这下他们都不会喜欢你了。我没有偷东西，不是偷的是什么？难道是假的？也不是假的，是玉佩阿姨送我的。确实是真的，没想到你们手里拿着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既不拿出来看，也不拿出来送，藏着掖着，这东西不是偷的是什么？果然是外面的野孩子，就这样从小偷针，长大偷金，这样的野孩子，我看啊，立马扔了比较好，免得呀我们战家的名誉受损。妈咪，我不是野孩子。二姑母，这真不是偷的。不是偷的是什么？难道是阿尔国的女王送的不成？就是，要知道战家和港城合作本身就紧密，听闻阿尔国女王最近就要来港城，要是被他们知道战家偷了他们的东西，他们绝对不会再和战家合作。战家几乎垄断了世界上60%以上的航运，与其说是垄断，不如说是各国给战家面子，那可是历代船王花了几辈子才维护起来的关系。难不成要栽在战思航手里了啊？别怕，战思航，今天这个事儿
必须得给一个解释。解释？凭什么需要给你解释？你也配？好啊，既然你不说，那就是偷的。你不说，我就去找景木叔和廉政公使，让他们来跟你说。我看谁敢！这是不认识我？老东西，你也不认识我？这就是阿尔国公主克莱曼妮。老爷子生日快乐！今天我是专门来给你庆生的。谢谢。没想到这战思行真是有心了，居然请来公主亲自给他爹祝寿呢。别说是传王世家，就是放在整个港城的所有家族里，那也是炸裂的。战家本来就是世界上最顶级的传王，现在又有了二国公主给站台，我想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敢来抢他们的位置。就连战思行这个继承人的位置，估计都没人敢抢了。这是你安排的？不是。克莱曼妮代表阿国给老船王送来生日贺礼。这老船王是不是在说要退役了？真是后浪推前浪，老船王要是收下了这份礼物，说明要换新了。战思行这一招真是高啊！我看这老船王也不敢不收啊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怎么样，礼物喜欢吗？我也不敢不喜欢呐，喜欢，当然喜欢。既然喜欢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玉佩妈妈，礼物送到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也该跟他好好学学。既然大家都来了，随便吃，随便喝。多多，爷爷带你看叔叔们打牌。哭有什么用？想让你舅公喜欢你，你就学学那小野崽，讨好他呀。甘其不语，真君子看牌也一样，不要说话哟。哟，嘿嘿，糊了。拿钱，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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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！哈哈哈哈！来，我看你今天手气不太好啊，才这么几圈，不会输破产吧？还早着呢。之前送你东西只是物归原主，你都不说他一顿，现在又帮他兜底，你眼里除了战思行就容不下其他人做。我要是能容下其他人，战思行这小子可能把你们几个兄弟全都做了。爹爹，你怎么老是输？输钱不好，输钱都不能给我买糖了。爹爹，给你。好，爹地这次一定赢。一块破玉佩就想翻身啊？胡了，这么快？这不是天胡吗？不好意思，又胡了。什么情况？刚才天胡，现在又地胡。给钱，给钱。哇，天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金色一条龙，不好意思，又。爸爸，你真棒！我可没作弊，我真是准。爸，你看到了？起来，我来玩会儿。糊了。嘿嘿，给钱，给钱。给钱。哎，手气这么差，
老爷子啊，这可不行啊！运气都是恒定的，哪能一直赢呢？就是，刚才战四行不知道赢了多少次了，而且每次都是大的。哎呦，我操，糊了！我操，又糊了！给钱！又糊了！给钱！快！131糊了！给钱！给钱！爸爸，我和哥哥去出去玩了。多多，去花园找哥哥玩。小多鱼，你去哪？我们一起玩啊？好吧。奶奶说，小多鱼可以讨舅公开心，只要我和小多鱼待在一起，舅公看到我有爱妹妹，一定会喜欢我。小女孩还是喜欢跟小女孩玩，往往在家就不爱搭理她弟弟，偏偏啊，她弟弟喜欢她，就总惹她生气。男人们玩牌，咱们也别闲着了。我前几天让人定制了几副扑克，今天玩正合适。丑喜丫头，你这个项圈真是公主送的吗？不是。哼，我就知道公主才不会送你礼物。那这是谁给你的？是玉佩妈妈给我的。你把这个项圈给我，我拿银镯子和你换啊。不要！你凭什么不要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厉家大小姐，我舅公是船王战云生，我要什么你必须给我什么，不然我就让人把你扔掉。爹地妈咪才不会扔掉我。你把这个项圈给我，我就不让他们扔掉你。去，把他脖子上的项圈摘下来。表姐姐，你要是喜欢多多小姐的项圈，可以找六太太要。不，我现在就要。多多小姐，把项圈摘下来给表姐戴一戴，一会儿就让她还给你，好不好？不行，妈妈不让我摘。可表小姐和老爷有血缘关系，而你只是收养的。你要是不听话，六爷和六太太就会讨厌你，然后把你丢着去当小乞丐。我不要当小乞丐。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小多鱼，过来给我抱抱。来，怎么了？他们欺负你了吗？妈妈不让我摘项圈，我不想让妈妈讨厌我。他们抢你项圈了。我不给项圈，妈妈就会讨厌我。可是妈妈不让我摘项圈。谁说的？是他。我没有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跟多多小姐闹着玩呢。我要项圈，我要项圈！小多鱼要是不给我项圈，我就把他扔出战家。去，把项圈给我摘下来。表小姐，这是客人。你要是想要项圈的话，咱们进去找姑奶奶好不好？不嘛，我现在就要！你去把项圈给我摘下来。别理他了，我们走。你不能走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是厉家大小姐，船王战云生是我舅公。你们不听我的，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等着，我告诉奶奶去。表小姐，想什么呢？妈妈不让我乱跑，原来是怕我摔跤。他那是报应。报应是什么？报应呢，就是如果你做了好事，你就会幸运；如果你做了坏事呢，你就会倒霉。像刚才那个树桩，他就是做了坏事，所以才倒霉的。那我做好事就可以幸运了。阿公呢？阿公在打牌。我本来想祝阿公生日快乐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的呢。看来还是老爷子的面子大。你爷爷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？你爸妈怎么没一起来？我爷爷奶奶身体都还好呢，前几天还去旅游了。只是爷爷他行程有点排不开，不能亲自给阿公过来过生日，让我为阿公带送生日礼物。我爸妈今天下午也有事，晚上才能赶到，所以我就亲自先来了。来，小多鱼。六婶婶，
我坐轮椅，抱多多方便点。阿文，你是怎么认识多多的呀？我和多多啊，在珍宝坊见过的。哦，我之前听王妈说过，没想到这么巧，那人就是你啊！六叔，我能借多多去我家坐2天吗？当然可以，只要多多愿意就行。多多，你愿意去阿文哥哥家玩2天吗？行。阿文哥哥，你能每天给我吃一个糖吗？那当然可以啊。那我可以和妈妈和哥哥一起去吗？那就要问你妈咪和哥哥的意见了。只要他们愿意，我家随时欢迎他们来做客。但是，如果他们不愿意去，你是不是就不愿意来我家了？多多，为什么不带爸爸去？是不喜欢爸爸吗？喜欢，我喜欢爹爹，可是爹爹要工作，不能陪我玩。好了，多多别激动，是爸爸误会你了。哎，多多想吃蛋糕吗？想，但妈妈不让我吃，吃多了牙齿会长虫的。没事儿啊，今天爷爷过生日，我们可以多吃一块，吃完我们一起刷牙，就不会长虫虫了。伯爷，好好好，有段时间没见了，都忙出黑眼圈了。最近也是比较忙。哪是忙一点啊，他忙的都快忘记我长什么样子了。好好坐。新任港督年前能赴任吗？外国那边因为港督的几个缺位闹得不可开交，估计最快也得圣诞节过后了。你心里清楚就行。是。你是小多余吧？贺叔叔把这个送给你好吗？我有了。那你不喜欢叔叔送你这个吗？喜欢。你看多漂亮啊！漂亮。小不点儿，过来。人人都喜欢的东西，偏就你不喜欢。小多余呀，已经是战家人了吗？小野的未婚妻自然是。来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多吃多占啊！我这是先下手为强。小野今年是10岁，小多余才2岁，这岁数差得多了吧？龚夫人也小了你10岁，我儿子26岁成家立业，有能力保护妻儿时，多多刚好18岁，正好合适。你这记性，我在财政司司长的位置，何该你来做呀？啊，对了，听说你家阿野最近都在家里上学，是不是听到了什么？小多余整天闹着跟哥哥在一起，见不到阿野他就哭了。清君见不得孩子哭，我一看，索性直接把老师请到家里来给小野上课。等到时候小多余习惯了，再让他回去也不影响。装，继续装，我就不信九龙那边的事情你没听说。昨晚唐家的小孙子失踪，今早总探长赵谦的唯一外甥失踪，这江王里3家的小孩同时失踪。确定是九龙那边的人干的？除了赵谦、唐家、江王里3家，他们呀拥有港城2/3的纺织业，这九龙的人太多了，他们需要大量的工作岗位，把人逼急了，他们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看来这帮社团佬是想干点好事了。不好说，这港督位置刚缺，女王不便插手，他们这时候不整点事出来，那港督不是白杀了？你家最近啊还一直真是走好运。我倒是不怕别的，
就怕有些人盯上了这小多余。多多，你吃那个吧。好，哥哥去拿，很快就回来，不要乱跑，知道吗？好的，好的。哦，黑乎乎。不是让你等我吗？跑过来干什么？这就是你家那个冲喜新娘啊！她竟然真的把你这个短命鬼给冲好了。詹小野，你以后不会真的要娶她吧？一个穷的库川龙的北姑，倒是和她挺般配。哼，秋凯，你如果不想被赶出去，就给我把你那张臭嘴闭上！我什么我？我不许任何人说多多一句坏话！哼！哥哥，他为什么扔钱？他脑子有病。多多，以后离他远一点，智障会传染，知道吗？哥哥，好可怕的传染病，不要靠近我。阿野少爷，老爷子让您带多多小姐去茶室见客。这种场合，爸竟然带了2个小兔崽子去，这是已经选定继承人了吗？看来必须要做点什么了，否则老爷子真的会把偌大的战家交给战思恒来救。二爷，哎，我们不用，谢谢，你拿走吧。二爷说小礼物富裕的很，道场的孩子们都有。哥哥，我想要。你看，二爷，东西都按您说的办好了。果然，多多是我们战家的福星啊！有他在，邪祟进不来，好运接踵而至。没人和你抢，都是你的。多多喜欢呀，这个也送给你吧。谢谢哥哥。哥哥，你看。小多鱼喜欢钓鱼吗？喜欢。那明天陪爷爷去钓鱼怎么样？好。妈咪，哥哥，爸爸，我明天就和爷爷钓鱼去了。钓鱼？怎么了？他们去钓鱼，我正好去收网。爹爹，什么是收网啊？收网是另一种捕鱼的方式，就是把网放在河里，让鱼先游一会儿，最后再把鱼抓起来。我也要收网。你还小，以后才能收网。好吧，爹爹要小心哟。这是哪儿？六爷，您这是？流氓，几天不见，记不得我了？哪里会？只是我不知道，我在战家上上下下做了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我这个人向来论功行赏，有功当然要赏，有仇我一定会报。这是你的功劳，这是你的苦劳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让他们来吗？没事。还说没事？一脚都脏了。没想到你就这么对我。都说老年人记性不好，我这个东西有大记忆恢复术，能帮你恢复。战思航，你别太过分。虽然战家是船王世家，但这港城也不是法外之地。刘妈，你就招了吧。我没什么可交代的。是吗？你一会儿就有了。这里面装的是谁？我让你听听。听不出来啊？再试试。六爷，饶命！
早说不就好了，免得把衣服弄脏。乖孙，乖孙，你在我们家做了那么久，要不是你这孙子烂赌输钱，你也不会铤而走险对多多动手。这是你最后一次交代的机会。我说，这些都是三姨太让我做的，是三姨太让我把小多鱼偷出去，可我刚把小多鱼抱起来，只摔了一跤。他一哭，我害怕被发现，我就撂下他跑了。我不是东西，我不是东西，六爷，我对不住您，对不住展家，求求你，要杀要剐都可以，你别杀我孙子，六爷。继续，继续什么？我说，我还知道三姨太在城区买了栋公寓楼，她经常约一个大师在公寓楼会面，小多鱼也是找他算过才带过来的。且那个大师留着一个山羊胡，看样子年纪并不大，也就是30出头的样子。我听三姨太称呼他为唐大师。我第一次撞见是小少爷昏迷之前的1个月，他们2个在公寓楼见了面，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越轨的关系，但三姨太对他很信任，把小多鱼偷出去应该也是大师主意。六爷，我见过那个唐大师，我一见到他，我肯定可以认出来的。六爷，求求您饶命啊！六爷，你看在我在展家这么多年工作一丝不带的份上，求求您放过我孙子，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呀，六爷。奶奶，我知道错了，奶奶，我再也不赌了。六爷给你机会，你还不珍惜啊？六爷，谢谢六爷再生之恩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做人的，六爷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六爷要是知道你就完蛋了。六爷，六爷，六爷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刚钓的大鱼，在这里杀鱼吗？刚处理了一些渣子。处理什么渣子？要六爷亲自动手？人渣。什么？人挨的枪子儿多了，就成了人渣。六爷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可别这样吓我。你知道的，多余是我的底线。你现在交代还好说，要是你不交代，那你也是人渣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唐宗鹤，他人在哪儿啊？什么唐宗鹤？你果然是人渣。六爷，我不知道唐宗鹤去哪里了，是他冒充算命大师骗了我。之前小少爷昏迷，我想帮上六爷的忙，竟然介绍认识唐宗鹤，他自称是个算命先生，他给我算的都准了。我让他帮我寻找适合给小少爷冲喜的女孩，小多鱼就是他干过合适我才带回家的。小多鱼一到家，小少爷果然就醒了，我自然对他更加信任。六爷，事后唐宗鹤告诉我，小多鱼命里无兄弟姐妹，若是成了六爷的养女，会妨碍您的子嗣。六爷，我承认我有私心，我想为您生个孩子，可我真的没有要伤害小多鱼的意思，是唐宗鹤那个混蛋骗了我。需要我提醒你这是什么？李艳梅，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选你当姨太太吗？因为你蠢得很直白，而现在只剩下了蠢。说，唐宗鹤离开之前让你做了些什么？说。
不要让我再重复一次。他让我告诉他，您和小少爷什么时候离开战家，什么时候告诉他。我不知道他要对您下手，我只是太单纯了，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。要是知道，哪怕是不要命豁出去了，我也不会让他们伤害您一分一毫。更何况是您最爱的小多余。六爷，您不生气了？是不是很久没有出去旅游了？只要能和六爷在一起，我哪里都不想去。最近维港风景不错，你去散散心。好。把他丢进维港喂鲨鱼。不是让三姨太去维港散心吗？把他的心散维港里。你们干什么？知道这是哪儿吗？竟敢来唐大师的地盘撒野！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唐宗鹤，这个世界上敢骗我的人，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后果吗？二爷，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，卖给你那些法器，想来你在使用之前找人验证过了，绝对没有挂羊头卖狗肉的意思。对战家父子不起作用，那只能说明他们运气好，命格好，只是强求不来。强求不来，谁活该！我一年给你几百万美金，你赚的不就是强求来的钱吗？你现在跟我说强求不来了？二爷，能不能让我站起来说话？二爷，我除了对付战思行父子，有哪件事让你不满意？就算是玄学，也有利有不逮的地方，我并非故意欺骗。行，看在你为我做了那么多事儿的份上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要战思行父子死！二爷，一动不如一静，您之前做的太多了，反而起了反效果。现在我们最应该做的是查出战思行父子运道变好的原因，从源头将其掐死。你不是说他们命格好吗？难道你还能改命？不是改命，命格好不代表他们命里有富贵，至少能给战思行带来命格变数的人深不可测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对方远超我们港城的所有大能，至少是活了大半辈子的天师级人物。我就再信你一回，要是你办不到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规矩我还是懂的，我这就做法，保你风调雨顺。怎么样？啊？唐宗鹤，你觉得我们时间很多吗？还是觉得现在气氛不够紧张？这是开玩笑的时候吗？丢雷老母，不好意思，买到了过期的符纸，没事，我能解决。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
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。怎么样啊？詹二爷，当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就是对我专业的质疑。你也不理解“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”这几个字的含金量，这就意味着我们是真急了。这几个字可不是随便能念，很快就会应验。那就好。这是怎么了？越是高端的手段，总会是伴随着一些动静。稍安勿躁，凡人能见到商家一点手段，也是三生有幸。你现在的反应，让我想起来我在山上的学徒日子，那可是我逝去的青春呢。你要不要看看发生了什么？这真是的，这港城的地真是不平了。你人不行，你怪地不平啊！啊！不好，对方来头不小啊！这来头小的话，我一年给你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没想到啊！怎么了？我一直以为是港城剩下的那3个家伙在暗中帮助詹思航，怎么现在看起来不是那3个家伙吗？如果是他们，很棘手啊！不，现在的人更棘手，就连给詹家的后台提鞋的资本都不够。怎么可能啊！詹思航一直没离开港城，他上哪儿去招募这种奇人异士？这等人可是招募不到的，现在必须要动用那等力量了。什么力量？他们有人，我也有，只不过他们来港城需要一定的时间，甚至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。说吧，要多少钱？至少这个数。你疯了？你要1000万？1个亿呀！只有请到他们，才能真正的起到作用啊！你放心，他们来之前，我竭尽所能保护你。这什么？这是七星灯。多个先生当初七出祁山，就是用的七星灯为自己续命，以命相搏。若这次我输了，我的命也会随着这些蜡烛一起熄灭。现在看起来总算是专业点儿。多多，你怎么了？我在看好吃的呀。哦，懂了，多多是想吃棉花糖是吧？是黑色的棉花糖。二爷，唐大师果然动真格了啊！这么快就有好消息，说什么消息？咱们在维港的3批货全都不见了。什么？程大师不要心急气躁，那么大一摊货，说不见就不见啊！本来早上守卫去看的时候都还在，可是到晚上交货的时候就全都不见了。给出现在维港的所有人都砸一遍，谁要敢拿我的货，我要他的命！是。另外，我们在港口的岸边发现一名散心的女尸，是谁？是李艳梅。李艳梅？那不是老妖的三姨太吗？是。所以你怀疑这批货是老妖偷的？在我看来，这是六爷的警告。本来六爷在战家就得宠，自从那个小女孩来了之后，那老爷子对他更是百依百顺的。真没想到他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要不您去港口看看？不过最近那里帮派闹得很混乱，您要是去的话，我让下人提前打点清楚。去。这回二爷损失惨重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我那亲二哥如果知道是我做的，只会嫌我心慈手软。这里可是3亿美金的货，你以为里面是什么？这难道不是粮食吗？你当你老板蠢？如果是粮食，我倒手卖了不是更好？六爷，二爷卖的不会是阿妈吧？他是疯了吧？老爷子对鸦片是深恶痛绝，
他怎么敢的呀？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告诉老爷子？这么低端的淫妇，你觉得我谢玉半敢对我家人？恭喜夫人得偿所愿，竟然还是龙凤胎。小多鱼果然是个有福气的，他可真是金口玉言。夫人，二爷出事了。二爷出什么事了？二爷卷入了帮派械斗，被榴弹打中了腿，正在医院动手术呢。什么？本来是没事的，但是二爷去检查仓库的时候，帮派又斗了起来，二爷成了斗争的牺牲品。怎么回事？快备车，送去医院。是。妈咪，我想和哥哥钓鱼去。就你们俩？是的。那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很久很久以前呀，有个叫桑麻的女人，她的孩子掉进海里淹死，桑麻失去了孩子，非常的伤心，也跟着跳进了海里，变做了一只海妖。她看见小孩子，就以为是自己的孩子，她把那些小孩抓回来，发现不是自己的孩子后，就愤怒地吃掉小孩的灵魂，把小孩的身体扔回海上。这些被吃掉灵魂的小孩的身体，有的被钓鱼的人钓起来，送回他们的爹地妈咪的身边。小多鱼知道什么是淹死了吗？淹死啊，就是永远留在大海里，不能上岸，也不能回家。他的灵魂永远的留在了桑麻的腹中，虽然身体被送了回去，但是他不能动，也不能吃饭，就像睡着一样，感知不到外物，就再也见不到爹地妈咪了。所以啊，小多鱼不可以在没有大人跟着的情况下去水边。知道了，我不去。小多鱼，你能再给我讲一遍吗？好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叫小猴的人，他的孩子掉到海里了，小猴很伤心，也跳进海里了，变成了一只妖。看到自己的小孩，他很难过，送回他妈妈身边了。小多鱼真的有过目不忘的本领。你爸的过目不忘，咱家没有一个孩子继承，小多鱼倒是继承了。缘分啊。夫礼，辨忠谏，续亲疏，裁群务，治术士，非名不著，非气不行。凡稻谷，旬日失水，则利空而朽；种秧过期，则秧老而结疏。多多把奶奶刚才说的话重复一遍，奶奶就奖励小多鱼吃糖，好不好？好。夫礼，辨贵贱，续亲疏，裁群务，治术士，非名不著，非气不行。凡稻谷，旭日失水，则利空而朽；种秧过期，则秧老而结疏。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战家历年都在斗，这一年也躲不过去。医生，我丈夫的情况怎么样？手术方案是医院里专家会诊后的最优解，但是也只能保住一条腿，另一条腿的腿部神经坏死，手术效果不大。这件事情，还希望医生能帮忙保密。当然，二夫人放心。
让人把知道这事的人全部封口。是，夫人。孩子们已经睡下了，你饿了吗？我让厨师温了鱼片粥，立时就能吃。没事，我不饿。你今天都没有吃饭，那你一整天干什么去了？一场海上火烧毒品，一场帮派械斗，今天看了2场好戏。你自己要注意安全。今天下午，老爷子带小多鱼去海上钓鱼，滕家那个失踪的孩子在海上被淹死了。确定是被淹死的？反正老爷子说没有发现外伤痕迹，但不排除是中毒的可能性。救上来，顿时就没气了，还去医院抢救了半个小时都没活过来。我看阿爷最近还是不要出门，就在家上私教课好了，等到期末的时候再回去考试。行，就看阿野自己的想法吧。那我明天和他说。前几天啊，他说他朋友过生日要去参加，我看啊，他是在家待得太久了，憋得慌。妈咪早上好，爹地早上好。小多鱼精神这么好，以后得给王妈说，这小孩子得多睡会。你自己看看几点了。多多早上好。爹地是懒虫。这一早上起来能看见宝贝女儿，真幸福。越是这样越是要把那件事情尽快处理一下。滚！给我滚！夫人，二爷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您还是先别进去了。我现在成了废人，你满意了？詹日轩，你只是瘸了一条腿，你要发疯到什么时候？你会因为瘸了一条腿而一蹶不振吗？你甘心？如果不会，你现在颓丧什么？演戏玩吗？风春雨，别忘了你是谁的妻子，还轮不到你来说我。如果是以前，我倒是懒得管你。可现在我们有了宝宝，他们需要一个能为他们撑起一片天的父亲。打伤你的人已经抓到了，帮派械斗出现在你路过的地方，只是一个意外，不是巧合。你有怀疑的人了。唐宗鹤，他说给我点了灯的，快带我去找他。唐宗鹤，你不是说灯亮了就没事吗？谁告诉你这灯都熄灭完了呀？要不是你胡乱做法，我的腿怎么会保不住啊？哎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老夫这几天不吃不喝，在这里画地为牢，守住了这最后一盏蜡烛。是对方实力太强，若不是我守住了这蜡烛，你最后一条腿也没了。所谓的护法，护的是天道之内，不是天道之外。老夫已经竭尽所能了。原来是这样。你从大陆请来那些顶尖高手到底来了没？我要战思航现在就死。当然来了。哈哈哈！好啊，战思航，我看你这次还怎么躲？去，想个办法把他约出来。
可是他向来警惕，恐怕不太好约。那是以前。以前他儿子躺在床上半死不活了，没有软肋。现在他有儿有女，左边右边都是软肋。明白了。海虎好多可爱海虎都飘到天上了，小多鱼好想吃一口。王妈让人给多多小姐做了芝麻糊，小姐回去吃好不好？黑乎乎，好多好多黑乎乎，我想吃那个黑乎乎。真的有黑乎乎？少爷，你劝劝多多小姐吧，她非说天边有什么黑乎乎，非要闹着去吃，怎么也哄不好。我来。多多想去哪里啊？哥哥带你去好不好？哥哥，我想去那玩。多多知道那边是什么吗？黑乎乎，全是黑乎乎。哦，那哥哥让人把黑乎乎给多多，然后进去，你看好不好？好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多多啊，你怎么啦？一点都不高兴。哥哥骗我。哥哥怎么会骗你呢？哥哥说给我带黑乎乎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是不是永远都不回来了？王妈，少爷呢？好像出去很久了，我去找找。多多啊，哥哥不会骗你的，哥哥很快就回来。他说呀，会给你带好多好多好多的黑乎乎，好不好？嗯。夫人，不好了！六爷呢？我马上去叫。好大的胆子！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我必须要去一趟。你一个人去？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怎么了，爹爹？没事，爹爹有事先出去一趟，很快就回来。嗯。我必须得自己去，要不然少爷会有危险。不管是你们任何人，我都不会让你们有危险。放心，我会平安回来。妈咪，爹爹去哪儿了？妈咪也不知道。爹爹和哥哥是不是有危险？不会的，爹爹和哥哥，他们一定不会有危险的。爹爹，多多，你说什么？爹爹去黑乎乎那里了，有危险。你知道爹爹去哪儿了？黑乎乎，太好了，去叫上警署的人，按照多多说的地方，现在就去。是。我倒要看看詹思航这次还能怎么办，竟然敢把我的货物烧掉，我就毁了你的前程。战玉轩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詹思航，你还真敢来呀！我为什么不能有胆子？詹家从下到上都早已内定了你是继承人，可你凭什么？我詹玉轩比你努力，比你年长，老川王不见以后，我就应该是合理的继承人。你可以和我竞争，但你不能动我的家人。哈哈哈！现在知道是你的家人，要不是你烧掉了我的货物，我何以沦落至此？要不是你收养的那个小女孩，我的腿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些和多多没有关系，有没有关系都不重要了。今天你要么把我的货还给我，主动让出詹家继承人的位置，要么你别想再见到你儿子。货，你确定要？我为什么不能要？
你知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？你知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？当然是我满满当当的货物。行，既然这样，还有一部分没有烧完，我可以还给你，但是要看你有没有命去拿。我为什么会没命拿？我现在就叫廉政公署的人，让他们去拿你的货。不必麻烦你了。我准备的十分齐全。行，既然如此，就在卸货的码头还有一部分货物没有清完，你可以去拿，但是我得提醒你，拿回来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进战家。你凭什么威胁我？我儿子呢？别急呀，你应该清楚三姨太的下场，敢动我的家人，你不会比他们好过。你当我是吓大的？郑宇轩，你涉嫌走私违禁品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你说什么？你栽赃我？栽赃？我哪有闲工夫去栽赃你这个蠢物？看来你是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。就这你还敢运？还想当船王？我看你根本就是丢船王家的人。如果我今天出事了，你们都别想好过。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跪下，否则就别想再见到他。畜生！我就数3声，3、2、1。爸，我没事。爸爸，我们没事。爹地，你怎么了？你们都没事，太好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是多多，多多说这边有黑狐狐，所以我们就跟他一起过来。这是我们家小父亲。是你把他们带出来的？二爷，算了，我们别争了。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不好吗？再说了，多多是我们的救星，我们现在也有一儿一女了。闭嘴，滚！你把他们带走，这个畜生，我跟他把账算清楚。就凭你？你以为我今天就没有准备吗？进来！看来就是他，一直在背后从中作梗。可惜，他的每一个计划都被我们多多吃了。哇，他身上好多黑乎乎，是我见过黑乎乎最多的人。果然是你这小丫头片子，正好，今天你们都别想走，就凭你。凭我当然不够，但凭他们呢？血杀大战！哇，好多黑乎乎，全是黑乎乎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给我上！给我上！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么多内地的天师，竟然一口就没了！他是神君！废物，废物东西！就这质量，你的人也不行了。战四行，我跟你拼了！走！绝地3尺，
我要把他找到。不用再找了，爹爹。什么？爹爹，玉轩叔叔大事不好了，他身上全是黑乎乎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那让哥哥带你去吃糖，吃黑糊糊好不好？好。废物，连一个小女孩都搞不定。你知道他是什么？不就是个北方来的没人要的小孩儿？他可是山君，10万大山的守护者，白虎圣灵的化身，人间恶魔的清除者。什么？这么厉害？那你还拼了命的带我跑出来？带你出来，是因为你能遇到山君，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命格呀。这种命格要是浪费了，多可惜呀！若是能想办法夺走山君的命格，就算是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惜。黑乎乎糖糖，我要开动了。六爷，有人找小姐。你确定是找小姐？对。你在港城还有认识的人啊？没有啊。对方说他们来自京城，他们穿着华贵，应该是京城的富人家。